论衡累害篇》是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一篇深度剖析社会心理、职场政治与个人命运的杰作。王充在这篇文章中以极其领静，甚至有些冷酷的笔触，撕开了成功学背后的真相。一个人的失败、受损或名声扫地，往往不是因为他不够优秀，而是因为遭遇了外部的累与害。这里是盗物阅览，带你透过古人的眼睛看清今天的世界。我们一起深度拆解古为今用的智慧，千年古读与职场真相，深度解读王充累害篇，那个被误解了2000年的真相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明明你工作最努力，方案做得最扎实，可最后的晋升名额偏偏落到了那个只会拍马屁的人头上，或者你明明待人真诚，却莫名其妙在圈子里被传成了心机重的典型。这时候，身边总会有一种声音告诉你，你要反思一下，是不是你沟通有问题，是不是你性格太直了？这种受害者有罪论其实困扰了中国人几千年。但在2000年前的东汉，有一位叫王充的硬核博主，他在自己的著作《论衡》里专门写了一篇累害篇，用最冷峻、最犀利的笔触撕开了这个世界的真相。他想告诉所有人，有些时候你过得不好，真的不是你的错。王充一上来就抛出了一个极其扎心的观察：很多读书人、当官的一辈子升不了迁，名声被毁得稀碎，罪名多得洗不清。你说他们没本事？不，他们才华横溢。你说他们人品烂？不，他们行事稳重。你说他们脑子笨？不，他们决策精准，谋略过人。既然样样都好，为什么还这么惨？王充给出了4个字：逢遭外祸，也就是他全文的核心观点——累害。什么是累害？植物与米饭的寓言。为了让大家听明白，王充讲了2个非常有画面感的比喻。第一个是庄稼的宿命。春天播种的时候，大家都悉心呵护，希望能有个好收成，庄稼长势喜人。本来到了秋天应该硕果累累，可谁能想到，突然跑来一头牛把根得踩烂了，或者一个粗心的农民用镰刀误割了他的茎，结果呢，这棵本来能长得很好的庄稼枯死了。王充问：这是庄稼自己不想长好吗？不是，外来的牛马见根和刀镰割茎害了他。第2个比喻更绝，叫老鼠掉进饭碗里。一锅饭煮得香喷喷的，味道一点没变，可要是有一只老鼠掉进去了，大家会怎么办？肯定整锅倒掉，谁也不吃。这时候你会说这锅饭不好吃吗？不，它的味道跟那些干净的饭是一样的。但因为老鼠这个外来污染源，这锅饭就失去了被接纳的资格。王充总结说，君子遭遇累害，就跟这些没能成熟的庄稼被丢弃的米饭一模一样。所有的伤害都来自外部，而不是内部。可悲的是，世人往往不去追究老鼠是从哪儿来的，也不去管牛马是谁放出来的，反而整天指责受害者。你看你怎么就被弄脏了呢？怎么就没长成呢？王充直言不讳地骂道：这种人就是志不明，是思想上的糊涂蛋。乡里3类，社交圈里的隐形地雷。王充把这些外来的伤害具象化了。他认为，一个人还没踏入社会顶层，朝廷，在基层的乡里生活时，就会面临3种累。这3类简直就是现代社交心理学的教科书。第一类，择友不当的反噬。在社交圈里，我们总想多交朋友。王充说，如果朋友之间志同道合，那当然是好事儿。可人性是复杂的，交情很难永远保鲜。当你们因为观点不合、利益冲突而变得疏远时，原本的亲密就会变成怨恨。那个曾经最了解你隐私的人，可能会为了泄愤，在外面恶意诋毁你的名声。这就是第1种类，曾经的友谊成了捅向你最深的刀。第2类，优秀者的原罪。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，你的优秀会刺伤平庸者的自尊。王充说，人的才华有高低，大家一起起步，你升职加薪了，拿到了荣誉，这时候那些留在原地的人并不会为你鼓掌，反而会感到羞愧和愤怒。为了缓解这种我不行的焦虑，他们会想方设法寻找你的瑕疵，甚至造谣来抹黑你，以此证明
你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你的光芒成了招来黑暗的理由。第三类，交情变化的余震。人与人的交情有起有落，欢快的时候大家称兄道弟，有了摩擦就分道扬镳。王充观察到，这种疏远往往伴随着破坏欲，对方会通过诋毁你的操行来证明离开你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朝廷三害，职场生存的死亡逻辑。当你经过了基层的磨练，终于走进了职场的核心地带，王充称之为朝廷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这里有3种更致命的害。第一害，职位的存量竞争。职场上的好位子永远是稀缺的。王充说，想进取的人多，位置少，竞争就会演变成斗争。为了抢位子，竞争者会不择手段地互相拆台，他们会在领导面前打小报告，把原本的小事夸大成毁灭性的错误。最糟糕的是，如果领导将是一个媚不明的糊涂虫，听信了这些谗言，那么那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就会被直接踢出局。第二害，清浊不两立的价值观冲突。王充对官场生态的刻画入木三分。他说，有些领导和下属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，清浊疏糙。如果你是一个清正廉洁、坚守原则的人，你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周围那些浑水摸鱼者的丑陋。那些贪腐滑头的同僚会怀恨在心，他们会拿着放大镜找你的错，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小瑕疵，也会被他们包装成不可饶恕的罪状，送你上断头台。第三害，亲信圈子的排异反应。每个领导身边都有几个红人或偏爱的下属。王充指出，如果这些红人本身品行不端，他们就会利用领导的信任，建立自己的利益堡垒。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、不愿阿谀奉承的人，抗刑深治，你必然会触动这个圈子的利益。于是，这些亲信会在领导耳边疯狂地吹歪风，哪怕你劳苦功高，在这些谗言面前，也往往不堪一击。王充感叹道：“这3类3害，连孔子、墨子都躲不过，连颜回、曾参都不能保全自己。这不是能力问题，这是生存环境的恶意。”评价的荒诞，为什么我们总是以结果论英雄？在这一部分，王充批判了世俗社会最令人激息的一个逻辑：人们评价一个人，从来不看他遭遇了多少累和害。如果你没有被诋毁，大家就说你是纯洁的；如果你被攻击了，大家就说你是耻辱的；如果你升官发财了，大家就说你是善良的；如果你被贬值落魄了，大家就说你是邪恶的。王充讽刺道，其实很多成功者只是运气好，幸也没遇到那些破事儿，而很多失败者只是运气差，不遇也刚好撞到了枪口上。他用了一个比喻，青受尘，白取垢。越是干净的东西越容易显脏，越是洁白的绸缎，苍蝇越喜欢在上面落脚。这就像屈原，他那么高洁，却被一群像乡下土狗一样的小人疯狂乱吠。狗对着屈原叫，不是因为屈原有错，而是因为狗根本没见过这么杰出的人，感到奇怪才叫的。所以王充问了一个灵魂拷问：既然优秀的人注定要被诋毁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学那些平庸无能的小人，或者去学那种迎合世俗、八面玲珑的乡愿？乡愿这种人看起来没缺点，谁都不得罪，但其实是最大的虚伪。王充坚定地说：不，绝对不能。署命与坚守，如何在恶意中生存？讲到这里，可能会有人觉得王充是不是太悲观？恰恰相反，王充认为，只有经历了最极端的诋毁及劣害之棒，一个人的贤洁之时才能真正显现出来。他说，真正的英雄是不刻意经营名声的，圣贤不治名。当流言蜚语袭来时，他们甚至懒得去辩解，宁愿承受污垢，也不求那种虚伪的完美。而那些邪恶虚伪的人，反而会像粉刷匠一样，把自己的外表修饰得天衣无缝，置身以巧俗。他们就像变魔术的人，弄完剑之唱，手法娴熟的让你根本看不出猫腻。于是，这世界经常出现荒诞的景象。大家口中的道德模范其实是大奸大恶，而那个被万人唾弃的罪人反而是真正的良善。王充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强大的心态：火不怕潮湿，水不怕溺亡。小人本来就活在虚伪中，他们招致耻辱是本性使然。君子以忠言招患，以高行招耻。如果你因为说真话、做正确的事而倒霉，这再正常不过了。
古往今来都是如此。穿越千年的启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视频的最后，我们来总结一下王充累害篇给现代人的3颗定心丸：一、停止内耗。当你遭遇不公、被人排挤、被谣言困扰时，请记住，这可能不是你的能力不行，而是遭遇了累害。王充告诉我们：轻受臣，白取狗。你的优秀本身就是招来嫉妒的原因，认清这一点，你就能从盲目的自责中解脱出来。2、看清评价体系，不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。很多人对你的评价只是根据你当前的顺境或逆境做出的肤浅判断，他们夸你不代表你真圣洁，他们骂你不代表你真肮脏。3、坚守本心。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做一个乡愿式的完美木偶很容易，但坚守正直和善良却很难。王充认为，真正的贤士是那些循性行、以死类害的人。我知道坚持原则可能会受损，但我依然选择按照天性去活。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，才是人性的高光时刻。2000年前的论衡，至今仍在回响。王充用他的犀利和冷峻，为我们建构起了一道心理防线。即使身处乌烟瘴气的环境里，只要我们内心清亮，即使被累害困扰，也依然可以像那株即便被牛马践踏，也要在骨子里保持生命力的庄稼一样，活得坦坦荡荡。正如王充所说：及累害之棒，而贤节之时见焉。职场与社交的厚黑真相学，深度拆解乡里3类，社交场上的隐形背刺。王充在文中提到的3类，其实是发生在熟人社交圈乡里的3种名誉坍塌机制。我们要把这3点揉碎了看。一、择友的风险溢价。为什么知根知底最危险？原文说：有同心，恩妒，一心疏薄，疏薄怨恨，毁伤其行。王充在这里触及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社交真相：最了解你的人，往往是毁掉你最快的人。在一段关系开始时，大家同心恩妒，你会卸下所有防备，把自己的软肋、隐私，甚至对老板的不满都告诉朋友。但人是会变的，当利益发生冲突，或者仅仅是因为2人的节奏不再同步时，关系就会进入疏薄阶段。朋友圈的秘密武器，想象一下，小李和小王曾是形影不离的好友。小李曾私下吐槽过公司内部流程的混乱，后来2人因为竞争同一个项目经理职位而一心。小王为了上位，并不需要制造新的谎言，他只需要把小李当年的那些私房话整理成邮件发给 HR。这种从内部发起的攻击，其杀伤力是外界诽谤的100倍。这就是王充所说的1类。2、红眼病的降维打击。你的成功是别人的耻辱。原文说：人才高下，不能均同，高者得荣，下者惭愧，毁伤其行。王充洞察到，人类的痛苦往往不来自于自己的贫穷，而来自于邻居的富有。当你和同龄人处于同一个起跑线时，大家的生态是平衡的。一旦你表现得太优秀，获得了荣誉，高者得荣，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。对于那些留在原地的人来说，你的光芒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他们的平庸和无能，这会引发他们强烈的惭愧、羞愧与愤怒。为了消除这种羞愧感，他们最直观的反应不是努力追上你，而是把你拉下来。只要把你抹黑成靠关系上位或人品有问题，他们的无能就显得合情合理了。这就是2类。3、情绪的边际效应，疏远后的恶念。原文说：人之交友，不能长欢，愤则疏远，疏远怨恨，毁伤其行。社交是有效期的。王充认为，维持长久的欢愉极难。当这种欢愉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冷漠和疏远。在现代社交中，这种3类体现为一种离职或分手后的报复心理。原本合作愉快的伙伴，一旦拆伙，为了向外界证明自己是正义的一方，往往会通过贬低对方的专业能力来构建自己的合法性。这种基于情绪波动的毁谤，往往防不胜防。泄色职场
朝廷三害的生死局。如果说三类还是名誉上的小打小闹，三害就是关于生存资源的生死存亡之战。一、存量市场的绞肉机抢椅子游戏。原文说：位少人众，适者争进，见将相回，增加复制。职场是一个典型的资源错配场所，想上进的人无穷多，但金字塔尖的位置永远只有几个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同事之间不是协作关系，而是捕食关系。王充用了一个词叫增加复制，意思就是不仅要说你坏话，还要编造证据，伪造细节，把莫须有的罪名钉死在你身上。职场隐喻，这就像一个只有一把椅子的房间里挤了10个人，为了坐上去，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展示自己坐姿优美，而是绊倒所有走向椅子的人。如果老板将是个糊涂虫，听信了这些伪造的细节，将昧不明，那个真正有才华的人就会瞬间出局。第二，价值观的道德勒索，清官的死穴。原文说：清丽增欲欲之白，浊丽怀义恨，徐求其过。在一个浑浊的环境里，清白是有罪的。你坚持原则，不拿回扣，不搞潜规则，你以为这是美德，但在那些浊丽眼里，你这是在断人财路，更是对他们人格的无声羞辱。他们会徐求其过，像狼一样耐心等待。只要你犯了一个微小的失误，比如报销时少了一张票据，或者迟到了1分钟，他们就会把这个点无限放大，直到把你彻底摧毁。这就是王充说的二害，你的清白就是对别人邪恶的挑衅。三、内圈文化的排异反应，轻信的致命耳语。原文说：将或信左吏之身，纳信其言，清正之士，抗衡深志，遂为所增。任何权力结构中都有内圈和外圈，老板最信任的那几个贴身随从左吏，掌握着最高的信息垄断权。如果你是一个有风骨、有主见的人，不肯去巴结这些亲信，抗衡深志，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在老板心里的形象变了。亲信只需要在老板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随口提一句你的负面评价，那种杀伤力远超你做100件实事的正面影响。舆论的杀机，以结果论英雄的盲点。王充在文中表达了对大众评价逻辑的深恶恶痛，这种逻辑至今仍统治着互联网舆论。一、成功即正义，运气的面具。原文：官升进者谓之善，位废退者谓之恶。现代反思，我们现在的社交媒体上也充满了这种论调。那个创业成功的被封为教父，大家学习他的每一句话；那个破产的被嘲讽为骗子，大家深挖他的人格缺陷。王充冷笑着说：别傻了，那些成功的人往往只是幸也，运气好，没遇到这3类3害；而那些失败的人只是不遇也，刚好撞到了这些破事。根据成败来断定人品，这是人类智力上的集体降级。三、苍蝇为何盯着白绸缎？原文：青受尘，白取垢，轻盈所污，常在炼素。深度解读：苍蝇不会去盯一块烂泥巴，因为它本身就是脏的。苍蝇最喜欢盯的是洁白的丝绸、炼素。越是完美的人，一旦被爆出一个微小的瑕疵，大众的兴奋感就越高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一直做好事的人，偶尔犯错会被全网攻击，而一个坏人偶尔做件好事却会被夸浪子回头。王充认为，这是由于处颠者危，事封者亏的复利法则决定的。历史的公案，周公与屈原的孤独。王充不仅给理论，还给了大量的惨案作为证据。一、屈原与义犬群吠。屈原的悲剧，在王充看来，是因为他太俊杰了。平庸的人对于无法理解的卓越，第一反应是怪，第二反应就是吠。这就像村子里的狗，见到不认识的贵客就会狂叫。屈原并没有错，错在他不该在一群狗面前展示他的高洁。二、周公的逃亡与雷锋之变。原文提到3监禅圣人，周公奔楚。周公这样对周王朝有再造之恩的圣人，竟然因为兄弟的谗言被迫逃亡。王充想表达的是，如果没有那场突然而来的大风大雨，吹开了历史的真相，周公在史书里的名声可能永远是反贼。
这揭示了一个恐怖的真相：很多时候，正义的昭雪不靠人的良知，而靠运气、雷锋之变。对抗累害的心理建设，君子的自救。既然累害如此无孔不入，我们该如何生活？王充给出了几条极其深刻的建议：一、认清相怨的危害，拒绝无原则的完美。原文批评了相缘、相怨，那些在所有人口中都是人品极好的人，往往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他们通过出卖原则、迎合大众来换取一个全名。王充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追求这种虚伪的完美，你就不再是那个真实的自己了。二、笃信神己，建立内在评价体系。原文：君子笃信神己也，安能恶累害于人？核心疑是：你无法控制别人怎么说你，安能恶累害于人？你唯一能控制的是你对自己行为的审视，笃信神己。当你明白召唤和招耻往往是因为你的忠言和高行时，你内心反而会获得一种平静，因为你知道这只是这个浑浊的世界的自然反应，就像火不怕热，水不怕寒一样自然。接下来将进入人性黑洞与权力博弈的高级阶段——伪装者的盛宴。为什么影帝总能笑到最后？王充在《累害篇》里写了一段非常扎心的话：邪伪之人，置身以巧俗，羞诈以偶众。深度解构这句话翻译成现代职场黑话，就是有些人他们工作的核心内容不是创造价值，而是管理预期和修饰人设。王充用了2个极其明妙的比喻来形容这些影帝：漆系工匠漆盘鱼之工，一个做工低劣的盘子，只要刷上一层厚厚的透亮的漆，外人根本看不出里面的木头是不是烂的。杂技艺人弄完剑指唱，那些在台上玩抛球、耍快剑的艺人，手指动作快到你根本看不清，即使他们手里搞了小动作，台下的观众也只会拍手叫好。这就是邪伪之人的生存策略，他们非常清楚大众和领导的视觉盲区在哪儿。他们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老板喜欢听什么，大众厌恶什么，然后他们像漆系工匠一样，把自己的短处严密地包裹在巧俗、精巧的迎合世俗的油漆之下。结果的荒谬，因为这些人的人设做得太完美了，事不欠短，故共称之。大伙儿都觉得他是个大好人，而领导呢，因为听不到关于他的任何负面评价，自然就会显用之，给他升职加薪。反观那些真正的贤士，他们觉得真诚才是最重要的，不屑于经营名声。结果呢，他们的一个微小缺点被放大成了一场灾难，而他们的善良却因为不善表达而无人晓之。王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：这个社会上公认的好人，可能恰恰是最大的恶棍，而那些名声臭了的人，说不定才是真正的君子。嫉妒的生化反应，毁人手指的变态心理。王充在文中提到：贤者思折伯牙之指，愚者愿摧王良之手。这句话背后的心理动力学，能让你看清很多社交场合背后的冷箭。深度解读：伯牙是古代的琴神，王良是古代的赛车手，愚者。按理说，同行应该惺惺相惜，但王充发现，同行之间最真实的念头，往往不是我要练得比你更好，而是我要是能折断你的手指，摧毁你的双手，我就能专美于前了。这种心理叫存量竞争下的致残打击，因为第一名的位置只有一个，如果你存在，我就永远是第二。我不想通过努力去超越你，因为那太累了。最省力的办法就是让你致残。职场上的郑袖忆美人，王充引用的另一个典故更血腥。魏国送给楚王一个绝色美女，宠妃郑袖嫉妒的发疯，他故意亲近这个美女，骗她说大王很喜欢你，但他唯一不喜欢你的鼻子，你以后见到大王捂住鼻子就好了。美女心雷一震，然后郑袖转头跟楚王说，这新来的美女嫌你身上有味儿，每次见你都捂鼻子。楚王大怒，下令割掉了美女的鼻子。这就是累害的毒辣之处，对方不是直接攻击你，而是利用你的淡纯和信息差，诱导你做出自毁行为。在现代公司里，这种教唆新人去撞老板枪口的，然后自己在背后收割利益的郑袖式人物，难道还少吗？领导者的智力陷阱，为什么昏君听不进真话？
很多人会问，那些大领导难道都是傻子吗？为什么他们会被这么低级的谗言蒙蔽？王充给出了一个非常客观的答案，不是领导智商低，而是他的心知被物理性隔离了。他提到了商纣王，在大众眼里，纣王是个天生的坏种，但王充认为，纣王之所以重用恶来这种奸臣，而把文王当成粪土，不是因为他天生爱坏人，而是因为他的心知货币，他的信息反馈系统被彻底切断了，信息茧房的古代版。当一个人处于高位时，他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筛选的。奸臣比如恶来，会不断给领导喂食他想听的信息，制造出一个虚假的现实。在这个现实里，真英雄比如文王、比干变成了威胁和叛徒，而奸臣变成了唯一的忠臣。在这种被扭曲的语境下，微子选择离去，比干被剖心，就一点也不奇怪了，因为在当时的逻辑闭环里，杀掉比干才是正确的决定。这提醒我们，不要试图跟一个陷入信息茧房的人讲道理，即使他是你的领导或父母。谣言的原子累积效应，从土堆到高山。王充在文中说了一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：直遍秋山，乌为江河。直遍秋山，直就是小土堆，一筐土扔在那儿没人理，但如果每天都扔一筐，它就会变成高山。一个谣言发出来，你可能觉得荒谬，不屑去辩解，但当这个谣言在不同的群组里、不同的茶水间里被重复100遍时，它在别人脑子里就成了物理事实。王充举了3个著名的例子：是虎之谔，一个人说街上有老虎，你不信；3个人都这么说，你就信了。投注之物，曾三那么孝顺，人品那么好，当第1个人跟曾母说你儿子杀人了，曾母不信，继续织布。第3个人来说的时候，曾母吓得扔下织布的梭子就跑。玉变为石，当所有人都指着一块玉说是石头的时候，这块玉在市场上的价格就是石头的价格。这反映了社交媒体时代的真相，真相不重要，传播频次才重要。性格的物理属性，火不苦热，水不痛寒，这是全文最豁达的部分。有人抱怨小人太坏了，王充却说，你跟小人生气就跟火生气一样，没意义。深度解读，王充认为小人的本性就是寒邪而生，怀尾而游。火生在火里，他感觉不到热；鱼游在水里，他感觉不到冷。小人活在毁谤和虚伪里，他根本没有羞耻感，这对他来说是气性自然。如果你作为一个君子，试图用你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小人产生愧疚感，那你就是自寻烦恼。你应该把小人的攻击看作一种自然灾害，就像你出门被雨淋了，你会骂雨吗？你会觉得雨在针对你吗？不会，因为下雨是自然现象。同样，君子以忠言招患，以高行招耻，也是一种社会自然现象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你就能获得一种近乎神性的平静。最后的救赎，雷锋之变与内在审视。文章接近尾声，王充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如果没有雷锋之变，真相就永远消失了吗？周公被诬陷，全靠一场大风刮开了金藤之柜，才让周成王看到了真相。邹衍被冤枉，全靠6月飞霜才感动了上天。但王充也承认，德不能感天，诚不能动变，并不是每个人的冤屈都能等来那场雷雨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王充给出的最后方案是笃信神迹。无论外界的类害多么严重，无论名声被糟蹋成什么样，只要你回过头审视自己的内心，发现自己并没有违背良知，那就够了。他提到了焦陈留军兄，名声那么好，最后还是被刺史罢免了，这说明连好名声都保护不了你。送给每一位在逆境中坚持的人。各位，读完类害篇，你可能会觉得世界很灰暗，但我看到的却是极致的清醒。王充想告诉我们，你的价值不取决于老板的评价，不取决于同行的诋毁，也不取决于官位的高低，这些都是外物，是会被牛马践踏的。真正的贤者是那种即便预见到了3类3害，依然决定去修身正行的人。这种坚守不是为了换取福报，因为王充说了，修身正行不能来福，而是为了让自己在老去的时候可以坦然面对镜子里的那个人。即类害之棒，
而贤洁之时渐焉。只有经历过最深重的黑暗，你身上那点微弱但坚定的光，才会被历史最终定格。在类害篇的群星谱中，邹衍是一个极具悲剧色彩又带有神话张力的符号。王充引用他的故事，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一个更残酷的真相。有时候，即使你拥有足以感动上天的赤诚，也依然无法在类害发生的瞬间全身而退。邹衍的眼泪，当赤诚撞上降智的权力。在聊邹衍之前，我们要先知道他是谁。在战国时代，邹衍是学术界的顶流，他是阴阳五行学说的创始人，走到哪都是各国元首争抢的首席顾问。但就是这样一位智者，在燕国却遭遇了他人生最大的类害。忠诚的悖论，我为你开疆拓土，你送我入狱吃苦。王充在文中提到，邹衍忠于燕惠王，惠王信谗戏之。这里有个非常扎心的职场逻辑，很多时候你的功劳越大，你身边的类害磁场就越强。邹衍对燕国可谓是掏心掏肺，但燕惠王身边的那群小人，也就是王充说的朝廷三害，坐不住了。他们为什么要诋毁邹衍？因为资源稀缺，邹衍受宠，别人的恩宠就少了。因为恐惧，邹衍太聪明，显得别人太蠢。于是谗言像毒物一样包围了燕惠王。燕惠王这个领导完美符合王充说的心知货币，他看不见邹衍为国家做的贡献，只听见了耳边的闲言碎语。结果一代宗师邹衍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投进了大狱。五岳飞霜，极致冤屈下的宇宙共鸣。原文描写到，衍仰天哭，五岳为之下霜。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六月飞雪典故的原型。虽然王充说是五岳，非常有画面感。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仲夏，被囚禁在阴冷地牢里的邹衍，不是在求饶，也不是在愤怒的咆咒，而是仰头向天，发出了那种穿透灵魂的哭声。这哭声里没有私心，只有被最信任的人背叛后的绝望。在这里引用这个玄学的故事，是在表达一种极致的控诉。当人间的法律、道德、逻辑全都因为类害而失灵时，只有通过这种逆转自然规律的意象，才能换回一丁点的迟到的正义。现代启示，你是否有等待飞霜的资本？我们要跟观众讨论一个现实问题：邹衍等到了霜，你等得到吗？在现代职场或社交中，当你被泼脏水、被全网黑、被老板误解到百口莫辩时，我们往往并没有五岳下霜的能力。王充引这个例子是为了告诉我们，圣贤亦不能免，连邹衍这种能推演天地运行规律的大师都要蹲监狱，你遭遇点职场排挤又算得了什么？真相是有成本的，真相的显现往往需要某种异变，可能是公司的倒闭、项目的失败，或者是那个陷害你的人自己翻了车。伯奇与周公亲情中的类害陷阱。如果说邹衍是职场类害，那王充提到的伯奇和周公就是家庭与亲情类害的典型，探讨更深层的伦理困境。伯奇的孝心为何成了崔秉福？伯奇是尹吉甫的儿子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，但他却被后母陷害，最后被父亲逐出家门。王充对此的解读非常深刻，类害并不只存在于外人之间，最亲近的人往往是类害最精准的发起者。后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继承家产，在尹吉甫耳边长期进行微量毒素式的诋毁，这就像现代家庭中那种隐形的挑拨离间。尹吉甫那么聪明的人，最后竟然相信了儿子要害自己。王充想说，当一个人的认知被近亲的谗言占领时，血缘这道防线脆弱的像纸一样。周公的逃亡，圣人的认怂哲学。周公旦辅佐成王，功心卓著，但他兄弟管叔、蔡叔散布谣言，说他想篡位。周公怎么办？他没有选择硬刚，而是选择了避居。王充在这里点出了一个很高级的生存策略：当类害形成势头的时候，即使你是圣人，暂时的退让和沉默，等待雷锋之变是唯一的选择。有时候离开那个是非圈子，不是因为你心虚，而是因为你懂得尊重类害的客观规律。你在跟一群失去理智的人争论，就像是在
暴风雨里对着大海喊话，毫无意义。如何像王充一样冷眼看世界？王充的累害篇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消极，而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清醒，承认运气，承认这个世界有运气成分，能让你在失败时少一点自我怀疑。识别套路，识别出三累三害，能让你在危险靠近时多一点防备。笃信神己，这是最后的底牌，名声可以被夺走，职位可以被废除，但你对自己的评价权永远不能交给那些轻盈和义犬。感谢您的聆听，这里是盗物阅览，希望这份解读能为您提供有用的价值。如果你也曾在职场或社交中遭遇过不公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